大家好，我是这堂课的助教。今天我会透过 Temba Trust 的问题来总结你们在这堂课中所学到的东西。那首先从这份讲义的大纲开始介绍。刚开始我会先介绍 Trust 的基本概念，再引入 Temba Trust 的结构来介绍。那在工程案例中，我们大多会遵循以下流程。那依序是我们的问题定义，然后模型建立，再是 Problem Formulation， 再 Problem Solution。接下来我们会谈到不确定性分析以及考虑不确定性下的设计。那在这个影片讲解中，我主要会 focus 在后半部的最佳设计和可靠度分析。那前半部的 modeling 部分并不会详细说明，因为在未来的工程案例中，模型建立会是各位所需要自己去开发的。那第一个章节是简单介绍关于 Trust 的基本概念和常用的假设。那大家对该结构应该并不陌生。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将会利用 Trust 组合成的 Temba Trust 的结构来向各位介绍。那像下面这个图2.1，我们接下来会使用有限元素法，根据题目来建立这整个结构的数学模型。那在这个问题中有提供像是我们的材料性质、杆件的长度，还有外力的大小等资讯。这边有2点比较重要的资讯，是我们的所有杆件的截面积都是人形，然后杆件1到杆件6的半径都一样，和杆件7到杆件10的半径都一样。那在整个问题的定义当中，主要是给定我们的杆件的半径，然后计算出所有杆件的位移、应力还有它的反作用力。接下来我们透过有限元素法来建立出这个模型，然后分析结果。那这边我们整个是会透过MATLAB 来进行所有的运算。对，那如下方这个图2.2是整个有限元素法的过程。那首先是透过题目提供的资讯来计算出 element table， 那再计算出整体的刚性矩阵。那我们可以从 F 等于 kx 的公式中就可以计算出各个杆件的位移资讯，最后即可分别得到应力和反作用力。那接下来的整个 modeling 过程都是基于有限元素法的整个流程图进行，我并不会讲解这整个过程。那如果对这个方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暂停影片，把计算过程看完。好，那最后我们从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Temba Trust 的模型。那如我们现在这边所示，那我们的input会是我们的半径组合，就是我们的杆件1到杆件6的半径，那还有它的阳系系数。而我们的 output 会是它的每个 bar 的压力值，还有每个 bar 的位移值。至于为何我们的input需要仰视系数这部分，我们后面会再提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 problem formulation 的步骤，也就是建立最佳化问题。那设计变数是杆件的半径组合，目标函数为最小化所有杆件的总重量，限制式则包括各个杆件的应力大小和 node 2的位移量。那整个数学表示是如下方这边所示。那在这边的限制式中，就需要用到我们在有限元素法所建立的模型，根据不同的半径组合来计算出对应的位移和应力。那对于上面整个最佳货物问题中，我们是使用 MATLAB 的 F-min 来进行求解。所以在整个流程中，我们主要有分成4个档案，然后分别是主程式档，然后还有目标函数、限制式以及我们刚刚建立的有限元素法模型。那目标函数就是如定义说的，我们是计算整个质量。那接下来是限制式，那限制式这边则是会呼叫我们的 Temba Trust 这边所计算出来的结果，然后作为我们的整个模型评估对象。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主程式档。那我们主程式档会是利用我们的 F-min， 然后呼叫我们的目标函数以及它的限制式来进行最佳化。
那最终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最终可以看到最佳半径组合是 R1、R2 分别是在0.3跟0.2663会有最佳解。那图下方图2.3这边，那蓝色点代表是不符合位移的限制式，那红色这个点则代表是我们的最佳化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其实 Node 2的位移是该最佳化问题的 FT constraint。接下来我们会需要谈到不确定性的分析。那因为由于在制造过程会有误差，然后材料本身性质也会有误差，所以我们如果单纯用最佳结果的半径去制造的话，实际上很有可能会发生错误。所以在2.54小节，我们是透过蒙地卡罗这个方法进行撒点。那每个点都代表一组半径和杨氏系数，就这些点重新带回限制式中来检视100万个样本当中，实际上会发生错误的几率有多少？这边的样本生成是根据题目给定的资料产生常态分布的随机变数，而这也是为何input要有杨氏系数的原因。所以在程式码中，我们就是将所有样本，我们把所有样本带入到我们的限制式中，然后进行重新检验，那最后计算出我们的失败的几率有多少。那我们从结果，就是当我们根据最佳化去设计的话，实际上会产生的失败几率，那包括在编号1378杆件的应力会超过的几率，以及节点2的位移会超过的几率。那这整个过程我们称为不确定性分析。那由于我们这边提到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在设计时就进行考量。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新建一个新的限制式档。那在这个新的限制式档中，我们呼叫旧的限制式，这边，然后再搭配我们上方提到的蒙地卡罗法进行计算。那因为新的限制式变成原先的所有限制式失败的几率需小于特定值。那这边设定是0.011，结果代表我们有99% 的可靠度结果。那在主程式当中，我们同样是利用 fmicon， 那但是在限制式的部分中，我们是改为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那个限制式。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试着跑看看，利用蒙地卡罗进行设计的程式。你会发现，不管是利用 fmicon 还是 GA， 其实都很难跑出结果，甚至是错误的结果。那原因是因为使用蒙地卡罗需要足够大的样本数才能有足够的效果。但当样本数过大，那也意味着我们的计算量非常庞大。那程式即使使用了平行运算，也很难得到结果。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另一个比较数学统计的方法来取代蒙地卡罗进行设计。那这个方法称为 First Order Second Moment， 简称 FOSM。老师有把 FOSM 的方法教学影片放在课程影片，那再麻烦同学们自行去观看。那使用 FOSM 的不确定性设计方法程式码，我也有附在档案中。学习完 FOSM 方法的同学可以自行执行程式看看，并尝试着分析结果。那么这次工程案例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各位。